你见过世界上会杀人的鸟吗？你知道有一种鸟，但是碰一下就能让我们当场丧命的吗？在绝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鸟类似乎并不可怕，毕竟大多数的鸟体型都不大，相对来说，它们对我们人类好像构不成太大的威胁。但有一点都被我们忽略掉了，你知道吗？鸟类可能是恐龙的后代。根据化石记录，现代鸟类出现在大约6000万年前，在整个地球上大约有超过上万种鸟类。然而，即便种类繁多，我们人类能经常遇到的其实也就那么几种。实际上，在全世界，除了一些大型猛禽，其实还有很多种可怕且致命的鸟类。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找出了世界上最致命的8种鸟，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空中杀手。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8个，黑背中雀。黑背中雀也叫澳洲喜鹊，这是一种原产于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南部的一种雀形目鸟类。成年的澳大利亚喜鹊是一种相当健壮的鸟类，它们的体长可以达到43厘米，身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黑白色的羽毛。这种喜鹊与我们平时见到的喜鹊可大不相同，这个家伙在澳洲当地属于一种相当危险的鸟类，因为它们会主动向人类发起攻击，并且它们的攻击很有可能是致命的。在澳大利亚，一些骑自行车或者步行的路人经常会遭到澳洲喜鹊的袭击，特别是骑车时遇到它们，因为在骑行过程中，一旦遭到澳洲喜鹊的袭击，就会导致自行车失控，从而间接性的导致致命的事故发生。最可怕的还是它们从空中俯冲下来袭击我们的头部，因为这极有可能使得它们用那尖利的喙灼伤我们的头部、耳朵，甚至直接灼瞎我们的眼睛。尤其是小孩子，曾经在布里斯班就发生过一起致命的袭击，导致一名5个月大的女婴死亡。后来人们通过研究发现，澳洲喜鹊之所以具有这么强的攻击性，主要原因就是它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人们发现，每当澳洲喜鹊到了繁殖期，它们对人类的攻击次数就明显较多。这种行为一直从鸟蛋刚刚孵化的时候就会开始，一直持续到幼鸟可以离开巢穴，这种攻击行为才会终止。在这期间，一旦有人类靠近鸟巢50到100米的范围内，就极有可能遭到它们的袭击，非常危险。好，第7个，狐鹫。这是一种体型非常大的猛禽，它们的体长可达1.2米，翼展可达2米以上。这个家伙通常都栖息在海拔500到6000米的森林、高原以及一些荒漠地区，有时候在一些高山、河流、峡谷等地也可以发现它们的身影。狐鹫的视力很强，它们要比人类的视力要高出最少5倍以上。在相同的距离内，这个家伙要比我们看到的物体要清晰很多。它们可以利用绝佳的视力，在空中就可以锁定地面的猎物。这种大鸟的食物来源主要是以一些大型的动物尸体为主，它也是一种食腐动物。不过与其他食腐动物不同的是，这个家伙特别喜欢吃动物尸体上的骨头，并且还是以骨头为主食。这个家伙的食管弹性十足，它们可以吞下很多大块的骨头，像一些较大不容易吞下的骨头，它们就会用嘴巴叼起来，然后飞到空中，对准地面的一些岩石或者较硬的地面，将骨头丢下来砸碎，然后再慢慢的吞掉。像一些较小的骨头，它们甚至可以直接用嘴巴就将其咬碎。还有就是这家伙的消化系统也极强，像一些大块的骨头吞下去后，最快在24小时之内就可以将其溶解，非常强悍。在20世纪初期，狐鹫在欧洲的一些高山地区属于一种比较常见的鸟，但在当时，有人认为狐鹫不仅捕杀人类的羊群，甚至还会吃掉人类的婴儿，因此遭到了人类大量的捕杀。早在60多年前，这种鸟在西欧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就已经消失了。至今为止，狐鹫已经成为了极度濒危的物种，非常稀缺。好，第6个，游隼。提到游隼，想必各位领导并不陌生。没错，它就是世界上飞得最快的动物。它们的飞行时速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300公里以上，非常强悍。就在很多人都在赞叹游隼出色的速度时，其实不少人都忽略掉了它的凶猛程度。你知道吗？游隼的个头虽然不大，但实际上它要比金雕更加凶猛。金雕这个家伙我们都清楚，它们的体型要比游隼大很多，并且凶猛程度也毋庸置疑。金雕可以利用尖锐的爪子直接将我们头顶上的肉撕扯下来，非常凶猛。但它们为什么会害怕比自己体型小的游隼呢？这主要原因就是出自游隼的速度。游隼不仅速度快，并且性情也异常凶猛。它们可以等猎物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利用高速俯冲的冲击力，将自己尖锐如匕首一样锋利的爪子狠狠地插进猎物的身体。如果一把抓住猎物的要害部位，甚至可以使其当场丧命。即便是金雕这种大型猛禽，如果被游隼用这样的方式击中，同样也是难逃一死。真正见过游隼捕猎的人，肯定是过目难忘的。对了，还有就是这家伙对我们人类的威胁，千万不要忘了，游隼的另一个名字是猎鹰。它们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游隼并不会主动袭击我们，但如果当我们靠近或者侵犯到游隼的巢穴时，它们同样也有可能会利用锋利的爪子去保卫自己的领地，这其中也包括我们人类。要知道，
一旦遭到有损的袭击，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们可以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快速飞到我们的面前，利用利爪抓瞎我们的眼睛，或者用它那钩状的喙撕裂我们的皮肤，甚至直接切开我们的脊髓，非常凶猛。好，第5个，大雕鸮，也叫美洲雕鸮。这个家伙其实就是生活在美洲的一种大型猫头鹰，它们原产于美洲，是一种适应性极强的鸟类。之所以说它适应性极强，是因为这个家伙分布范围广泛，活动区域较大，几乎大部分的美洲地区，包括美洲的亚北极地区，都有它们的身影。这个家伙的翼展可达1.5米，它们的外表与大多数的猫头鹰差不多，都是一个圆圆的脸蛋子跟一双大大的眼睛，看上去并不是很友善。确实，大雕鸮的性情凶猛，攻击力也很强，它们拥有杀伤力非常大的爪子，这些爪子拥有高达250斤以上的压碎力，要比人类的手掌所能施加的压力要大得多。它们可以利用爪子撕裂我们的皮肤，特别是人类的脖子，如果被这家伙抓一下，很容易就可以将我们脖子上的血管撕裂，非常可怕。当然，大雕鸮一般情况下并不会主动袭击人类，只有在它们保卫自己的幼崽或者伴侣时，它们才会向我们发起攻击。有时候如果无意间进入到它们的领地范围内，也有可能会遭到它们的袭击。要知道，大雕鸮的爪子抓力很强，杀伤力类似于一些大型犬类的咬伤，并且它们会专挑我们的头部与面部袭击。一旦遭到它们的攻击，轻者永久毁容，重者被抓瞎眼睛甚至死亡，非常可怕。好，第4个，非洲冠雕。这个家伙就更可怕了。非洲冠雕被认为是会攻击人类，并且还会将人类儿童作为猎物的猛禽，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会吃人的鸟。非洲冠雕也叫冠鹰雕，它们分布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它们的体型很大，体长将近1米。它们是世界上现存第5大猛禽。这个家伙的后腿很粗，每个脚趾上都有一个很长的爪子，这些爪子可以帮助它们杀死比它们体型大4倍多的猎物，像一些小羚羊、猴子以及其他一些大型的鸟类都是非洲冠雕的猎杀对象。它们不像其他的鸟类一样会去吃一些无脊椎动物，非洲冠雕的主要食物几乎都是以哺乳动物为主，也就是说它们吃的东西体型相对都较大，而且多数都是自己猎杀的。从这点来看，这家伙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凶猛的掠食者。还有就是这家伙对人类的威胁，特别是对人类的小孩，因为在以往对非洲冠雕的调查中发现，他们经常会去猎杀猴子。然而人类的小孩与猴子同属于灵长类动物，在非洲冠雕的眼里，他们很有可能会把小孩子当作猴子攻击。在一个案例中，人们在一对非洲冠雕的巢穴中就曾发现过一个人类儿童的头骨以及断臂。另一个案例中，一名7岁的男孩被一只非洲冠雕攻击，非洲冠雕的爪子直接从男孩的喉咙和胸部挖出。幸运的是，当时一名女性发现后，利用锄头将非洲冠雕赶走，救出了孩子，非常危险。好，第3个，疣鼻天鹅。这个家伙是世界上最具侵略性的水禽物种之一，它们不但会主动攻击人类，甚至有可能会杀死我们。疣鼻天鹅是一种原产于欧洲的一种大型水禽，它与普通的天鹅不一样，这个家伙的体型很大，它们的体长最长可达1.7米，翼展可达2米以上。平均而言，它是仅次于黑嘴天鹅的第2大水禽物种。两者不同的是，疣鼻天鹅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们的攻击性极强，特别是在保护自己的对象和幼崽的时候非常凶猛，尤其是在每年的4到6月份，这段时间是它们的筑巢季节。在这期间，几乎一切靠近它们领地的人或动物都会遭到疣鼻天鹅的攻击。每次发起攻击时，它们会先利用大声嘶吼，确切点说应该是鹅叫声，对敌人进行震慑。如果嘶吼声不能够驱赶走入侵者，它们就会对其进行物理攻击。这家伙的攻击方式也非常直接，单纯的就是利用翅膀扑棱，紧接着就会张开它们的大嘴开始咬人。除了咬人，它们也会攻击人类饲养的狗，因为难免会有一些不懂事的狗前去挑衅这种疣鼻天鹅，这极有可能会被这个大家伙利用爪子将狗按进水里淹死。能被它按进水里淹死的不单单只是狗，在国外曾经有一名男子被疣鼻天鹅从小型皮划艇上撞了下来，并阻止这个男子游向岸边，最终导致溺水身亡的事件发生，非常危险。如果换作是人类的小孩子在湖边遇到疣鼻天鹅，那家伙是相当危险的。好，第2个，食火鸡。食火鸡也就是鹤鸵，这个家伙可能是恐龙最亲的亲戚之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们在两者身上发现了很多的共同点，比如爪子、头以及身体构造等等。这期视频黑土就先不过多的描述了，如果各位领导想深入了解，黑土可以专做一期关于食火鸡与恐龙的视频。好，食火鸡这个家伙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鸟类，因为它们是唯一已知肯定会杀死人类的鸟类。这个家伙生活在澳大利亚，通常都栖在一些远离人烟的热带雨林里，一般很少与人类碰面。它之所以被认为是最危险的鸟类，是因为这家伙的攻击性极强，并且杀伤力也很大。它们身上最致命的武器就是那2条腿。
食火鸡的2条腿强劲有力，并且在腿下方的爪子上还长着利剑般锋利的爪子，这个爪子非常可怕。它们可以利用有力的双腿直接踢向人类或者其他动物，从而将锋利的爪子刺进我们的皮肤，轻者受个内伤，严重的则直接被它的爪子刺进我们的内脏，然后再将内脏拉扯出来，非常可怕。还有就是千万不要以为普通人可以干得过它，在食火鸡面前，绝大多数人是无法与它抗衡的，因为一个不小心就会被这个家伙开肠破肚。在世界上很多动物园里，食火鸡几乎是动物园中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它们甚至要比一些狮子、老虎还要更加危险。主要原因就是这家伙的脾气非常不好，它们不像狮子或者老虎那样会有温顺的时候，这家伙几乎长时间都保持机警防备的状态，特别危险。好，第一个黑头林居翁。它是目前人类已知极少数的一种携带剧毒的鸟类。这种鸟外表看上去并不像一些猛禽那样凶猛，它的体型也不大，体长也仅为20多厘米。如果你不认识它，很难想象这是一种足以使我们丧命的鸟类。黑头林居翁分布于印度尼西亚和新几内亚岛，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只有在这一小部分地区发现过这种毒鸟的活动。这个家伙的身上携带着一种神经毒素，这些毒素沉积在它们的皮肤和羽毛当中，单是触碰到它们就很有可能中毒。一旦接触中毒，会使我们产生强烈的刺痛感，紧接着可能会导致瘫痪甚至死亡，毒性极强。后来经过深入研究发现，这种鸟本身并不会自然产生毒素，毒素的来源可能是由于它们经常食用一些有毒的虫子，经过身体的转换，然后变成剧毒，分泌在皮肤表层以及羽毛上。这种毒素还可以帮助它们抵御狮子或者一些寄生虫的侵扰，当然它们也可以抵御我们人类。如果各位领导在野外遇到这种鸟，一定要与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这些家伙非常危险。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知道海洋里最恐怖的生物是什么吗？你听说过鬼鲨跟巨型魔鬼鱼吗？海洋对我们人类来说永远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地方，尤其是海洋深处。至今为止，人类对海洋的探索才仅为5%，也就是说，仍有95%的海洋深处对人类来说是非常陌生的。你知道吗？在海下的深渊带其实是一个漆黑无光的环境，这里黑漆漆的一片，非常恐怖。然而就在这种极度恐怖的环境下，仍有生命在这里栖息。如果不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对深海进行探索，绝大多数人这一辈子可能都不能够亲眼见到漆黑的深海下所生存的生物。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找出了10种看上去就让人毛骨悚然的深海生物，带各位领导一起潜入海洋，认识一下这些长相恐怖的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双吻潜口蝠鲼，也叫巨型海洋蝠鲼，这是一种体型巨大的魔鬼鱼，它们的翼展最长可达9米，分布于各大洋的热带和亚热带海域。它是一种远洋物种，一般都在远离陆地的海域活动，很少会出现在人类面前。据科学家研究发现，这种巨型海洋蝠鲼拥有动物界最大的大脑之一，它的大脑比鲸鲨的大脑还要大5到10倍。它们可以加热流向大脑的血液，是少数可以通过镜像测试的动物之一。也就是说，这个大家伙可能与人类一样，应该是拥有自我意识的。虽然体型巨大，但它们仍可以以每小时24公里的速度游动。在海洋里，除了大型的鲨鱼和虎鲸能够猎杀它们，绝大多数的海洋生物对这个大家伙都构不成致命的威胁。对了，还有就是别看它们看上去体型巨大，比较恐怖，实际上这个大家伙并不凶猛。它们主要是以一些浮游生物为主食，有时候也会吃一些成群的小型鱼类，通常不会主动攻击大型猎物。好，第9个大王乌贼。大王乌贼其实是一种体型巨大的鱿鱼，它们的体长可达13米以上，体重可达500斤以上。这个家伙分布广泛，遍布世界各地所有的海洋，通常都活动在海下300到1000米深的海域。大王乌贼的整体外观与普通的乌贼差不多，乍看上去就是一个巨大的鱿鱼。人们首次发现这个大家伙是在1861年，当时法国的一艘军舰在海洋里遇到了一只5到6米长的巨型鱿鱼。当时人们不确定这究竟是什么物种，一直把它当作一种长着2米长触手的海洋怪物。直到1877年，人类才首次在北大西洋纽芬兰的海滩上发现了一具大王乌贼的尸体。经过深入研究，才确定这是一种巨型的大乌贼。大王乌贼在很早的时候其实就已经与人类碰面，在世界各地的渔夫和水手之间早就有关于北欧海妖的传说。当时这种大乌贼一直被人们描述为一种有触手的巨大海怪，传言甚至能够直接将船只吞没，非常可怕。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关于这种巨型海怪的传说也随之逐渐消失。当时水手口中的海怪很有可能就是这种大王乌贼。好，第8个鬼鲨。
鬼鲨也叫幽灵鲨，它们属于银胶目，单从它们的外表来看，称它们为鬼鲨应该不过分。这个家伙生活在深达2600米的深海处，它们几乎不会在较浅的水域出没。如果不是刻意下到深海处寻找它们，我们人类几乎是不可能与它们正常碰面。鬼鲨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物种，它的起源甚至可以追溯到距今大约4亿年前，也就是说，它们可能要比人类更早的出现在地球上。这个家伙绝对算得上是一种活化石。人们通过观察发现，鬼鲨的体内几乎没有骨头。它们的身体非常柔软，体内骨骼主要是由一些软骨组成。它们生活在海下2600米深，这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它们只能通过电接收来寻找猎物。鬼鲨的头顶上有敏感的受体，脸部器官负责定位其他动物的电场变化，也就是说，它们可以利用敏感的身体部位，通过电场来锁定猎物的位置，以此来捕食猎物。即便生活在漆黑的深海处，也丝毫不会影响到鬼鲨的生活。好，第7个，深海安康。这种鱼在其他地方被称为北关心者，这是一种生活在海下2000多米深的深海生物，有时候它们也会下潜到海下4000多米深的海域。它们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以及大西洋的热带、亚热带深海区。这种鱼的嘴巴朝上，整个脸部看上去就好像一直在抬头向上看一样。也正是因此，人们给这种深海安康鱼起名观星者，像是在观察天上的星星一样。它们通常都栖息在海底，接触到沙子时，它们可以利用侧面的鱼鳍作为铲子，可以在短短的几秒钟内快速的在沙子下面挖一个坑，然后再将自己的身体隐藏在沙子底下，等待猎物出现。一旦眼前有美味的东西游过，它们就会张开大嘴，一口将猎物吸进嘴里，然后再将其吞下。不过这主要是针对一些体型较小的鱼类，例如螃蟹和其他的一些甲壳类动物。它与多数深海鱼类一样，这个家伙的头顶上也有电器官，这种器官可以释放电荷，在捕猎的时候可以将猎物电击昏迷，并且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个器官抵御其他的捕食者。好，第6个，蝰蛇鱼。这种鱼的外观相当恐怖，头大眼大，加上它一嘴锋利的獠牙，看上去就让人头皮发麻。蝰蛇鱼也叫蝰鱼，它们分布于太平洋、印度洋以及大西洋的热带至温带海域，通常都栖息在海下1000米左右的深度。由于这种蝰蛇鱼生活在人类无法轻易进入的深海环境中，因此导致我们对它的习性知之甚少。目前人们已经观察到的就是这种蝰鱼的身上有很多发光器，由于它们生活在漆黑的深海处，微弱的一点光源就可以吸引到一些猎物靠近它们。蝰鱼身上的发光器可能主要就是用来引诱猎物的，它们的嘴巴很大，胃部弹性也很强，这可以使它们可以吞下和本身同等大小的猎物。在深海处，这个家伙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个凶猛的捕食者，它们的游泳速度很快，能够飞速地冲向猎物。在捕猎的时候，它们可以利用锋利的牙齿直接将猎物牢牢地咬住，将牙齿像钉子一样深深地扎进猎物的身体，使其丧失逃跑能力，十分可怕。科学家通过分析，这种蝰鱼在野外可以活30到40年，但是如果被捕捉上来，在圈养环境中，它们的寿命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会死亡。好，第5个，吞噬鳗。这是一种一辈子可能都看不见阳光的鱼。这种鱼生活在海下1000到3000米的深度，这里又冷又黑，没有阳光，因此它们的眼睛非常的小，因为它们几乎用不着眼睛。视力对这种深海鱼来说并不重要，它们与其他的深海鱼一样，尾巴上也有发光器，可以发出红光，以此来吸引猎物。一旦猎物靠近，吞噬鳗就可以一口将其整个吞下，这也是它为什么叫吞噬鳗的原因。这个家伙的嘴巴可以张开很大，当它张开嘴巴后，可以很轻松地吞下比它还大的猎物，当然也不能太大，但至少可以吞掉与它体型相当的猎物。它的尾部伸缩性非常大，可以撑大放下一些较大的猎物。不过一般情况下，吞噬鳗不会以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为主，它们的主要食物还是以一些小鱼、小虾为主。对了，还有就是这种鱼的体长约在1.8米左右，它们的身体与蛇一样细长且柔软。捕猎的时候，它们可以用自己的长尾巴将猎物缠住，之后再一口吞掉猎物。第4个，地金鲨。这是一种非常稀有的深海鲨鱼，因其长相酷似哥布林的鼻子，因此地金鲨也叫哥布林鲨。这个家伙的活动深度超过了200米，有时候它们也可以在短时间内潜入高达1000多米深的海域。成年地金鲨的体长可达4米以上，它们的鼻子很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鼻子会逐渐的变短。这个家伙的嘴里有多达50个以上尖锐的牙齿，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它们可以将自己的整个嘴巴向外突出，然后迅速的将猎物吞进嘴里，非常凶猛。好，第3个，尖牙鱼。这种鱼就比较凶猛了，除了外表凶猛，就连它们的生存环境对我们来说也是相当的可怕。尖牙鱼生活在海面以下5000米深的深渊带，这里不但漆黑，而且温度也非常低。
更可怕的是，此处的水压更是大的可怕。世界上很少有动物能够承受这里的环境，然而这种尖牙鱼却是这里的常住居民。这种鱼的外表虽然看上去非常恐怖，但实际上它对我们人类来说几乎无害。因为这个家伙的体型不大，它们的最大体长也仅为16厘米。在深海处，它们主要也是以上层海域落下的碎屑为食。当然，如果对于一些体型比它们还小的深海生物来说，那么无疑尖牙鱼也是一个非常凶猛的捕食者。它们虽然主要是以一些浮游动物为主食，不过有些生活在水域较深的成年尖牙鱼也会捕杀其他鱼类和一些游鱼。在它们活动的这个深度里，尖牙鱼其实也属于一种相当凶猛的深海小野兽，非常可怕。好，第二个皱鳃鲨，这是一种栖息在海下1500米深的鲨鱼。这个家伙的身体细长像鳗鱼，头部扁平，与蛇有些接近，游动的时候也酷似蛇形，看上去非常古怪。由于经常活动在较深的海域，深海环境下的氧气浓度较低，因此它们需要较多的鳃来进行气体交换。身体上的鳃裂多了，看上去就像是褶皱一样，所以人们将它命名为皱鳃鲨。这种鲨鱼通常都栖息于深海处，很少能在海面上见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分布范围几乎遍布全世界的海域，不过虽然活动范围大，但是数量却十分稀缺。由于人类遇到它们的机会非常小，很多地方都将它列为极度濒危、濒临灭绝的物种。对了，还有就是这个家伙与其他的深海鱼类不同，它们相对来说可能属于比较凶猛的一类。因为这个家伙有着满口的三角牙，这些牙齿对于其他动物来说是具备非常强大的杀伤力的，并且它们的主要食物也是以其他的鲨鱼和一些硬骨鱼为食，包括上层海域沉下来的腐肉，皱鳃鲨都会吃。好，第一个大王巨足虫，这是一种但是看上去就让人毛骨悚然的生物。大王巨足虫又名巨型等足虫，它是世界上体积最大的节肢动物门等足目动物。一只成年的大王巨足虫的体长可以达到50厘米，但是它的脚就可以达到5厘米。在节肢动物门里，它已经算得上是一种体型相当巨大的一种了。这个家伙生活在2000多米深的海域，这里同样也是漆黑一片，压强极大，并且水温冰冷。它们一般都栖息在一些淤泥或者粘土层中。这种虫子是肉食性的，它们主要以一些死去的海洋生物的尸体为主食，比如鲸鱼或者鱿鱼。死后，尸体会缓慢地沉入水底，从而成为大王巨足虫的食物。除了食腐肉，有时候它们也会猎杀一些行动比较缓慢的海洋生物，比如一些海参、海绵或者放射虫等等这些相对比较容易猎杀的猎物。不过这种情况少之又少，主要原因就是它们的栖息环境，在这种深度下几乎很少有动物供它们捕杀。有时候食物短缺的时候，大王巨足虫就只能听天由命，饿肚子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由于长期会面临饿肚子的困扰，慢慢的他们也就练就出一种可以长期忍受饥饿的本领，以致他们可以忍受饥饿的最长时间是5年零43天，也就是说长达5年多的时间不进食，这个家伙仍然可以活着，相当不可思议。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你见过世界上既可爱又可怕的动物吗？你知道这些可爱的动物对人类的危险性有多大吗？你知道吗？在整个地球上，一些外表看起来可怕的动物，像一些地窖蜘蛛或者花园蛇，这些看上去就让人头皮发麻的动物，实际上对人类是无害的。而其他一些外表看上去友善或者可爱的，对我们人类来说却很有可能是致命的。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找到了世界上看上去很可爱，但实际上很危险的10种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动物界那些高颜值杀手。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树袋熊，没错，也就是考拉。考拉在人类的印象里是非常可爱的一种动物，一眼看到它们很难让人不喜欢。它们分布于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的国宝，同时也是当地非常珍贵的一种原始树系动物。考拉的可爱程度毋庸置疑，它曾被评为世界上最可爱的动物之一，它的颜值在世界各地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有一点被很多人忽略掉了，那就是考拉的凶猛程度。很多人只顾欣赏它可爱的外表，却忽略掉了它的性格。考拉实际上是一种对人类并不友好的动物，它们像大多数的野生动物一样，都不太喜欢与人类接触。如果我们盲目的靠近它们，这会让考拉变得非常紧张。一旦让考拉感觉自己受到威胁，它们极有可能会选择向我们发起攻击。要知道，一只成年的野生考拉体长可达80厘米，它们的嘴里含有非常锋利的门牙，前腿的爪子也异常的锋利。但是这2个身体部位就足以抓伤和咬穿我们的皮肤。但这并不是最可怕的，毕竟仅凭考拉的抓咬还不足以使我们丧命。
最致命的地方其实在于考拉身上所携带的衣原体病菌。在澳大利亚，大约50%以上的考拉都有携带这种衣原体病菌。这种病菌可以通过触摸、咬伤，甚至接触考拉的尿液进行传播。人们在鳄鱼和绵羊这些动物身上已经发现考拉所携带的这种病菌。不过，这种病菌对人体并不是致命的，但是如果不小心染上，没有及时治疗，对人类来说也是有致命危险的。好，第9个，鸭嘴兽。之所以叫鸭嘴兽，就是因为它长着一个酷似鸭子的嘴巴。鸭嘴兽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动物，它们早在2500万年前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目前，这种动物可能仅分布在澳大利亚，并且数量稀缺，非常罕见。鸭嘴兽通常都栖息在河流、湖泊中，通常都是在夜间活动，白天一般很难发现它们的踪迹。这个家伙看上去也是呆萌呆萌的，再加上它们也没有牙齿，只有一个像鸭子一样的喙，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它们人畜无害，并没有什么攻击性。然而可怕的是，这个家伙其实拥有非常致命的隐藏式武器，在鸭嘴兽后腿的膝盖背面有一根空心的毒刺，在遇到威胁时，它们可以利用后腿猛戳向敌人，然而这时就可以利用腿上的毒刺将毒液注入进敌人的体内。它的这种毒液与一些蜘蛛、蜥蜴甚至毒蛇这类剧毒生物的毒素都有相同之处，一旦被攻击中毒，就很有可能有致命的危险。所以在野外如果看到这种可爱的鸭嘴兽，一定要与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遭到它们的攻击。好，第8个，代獾。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塔斯马尼亚恶魔，单听这个名字就足以彰显出这个家伙的可怕程度。代獾的体型只有小狗那么大，它的体长在80厘米左右，体重也就在20斤左右，整体并不算太大，但它们的肌肉异常发达，撕咬能力极强，并且异常凶猛。它们分布于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州，经常出没于一些灌木丛林中，主要靠捕食昆虫、蛇以及鼠类动物。它们的进食方式与斑鬣狗很像，在获得猎物后，代獾通常都会将整个猎物吃掉，包括皮毛和骨头。它们拥有非常发达的下颚，体型不大，咬合力却极强。如果不小心被它们狠狠咬上一口，很有可能会直接咬裂我们的骨头，非常危险。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代獾都不会主动袭击人类，只有当它们感觉自己受到威胁时，才有可能向我们发起攻击，特别危险。好，第7个，澳洲野犬。在澳大利亚的野外会有一种看上去酷似家犬的狗，它们的外貌与普通家犬非常接近，但却不是家犬，这就是它们的危险所在。澳洲野犬属于野生动物，关于它们的起源至今仍有很多争议。澳洲野犬是一种体型中等大小的犬科动物，它们的体长接近1米，肩高可达60厘米以上，毋庸置疑，它们的战斗力碾压大多数的家犬。这种狗动作敏捷，速度和耐力都极其优秀，当然它们也非常凶猛，对于人类来说是极具危险性的。它们除了外貌与家犬相似，其生活习性与大多数的野生野狗一样，在野外它们会猎杀袋鼠、绵羊甚至小牛。捕猎的时候，它们会由3到12只组成的野狗群对猎物进行多方位进攻，直到将猎物撕咬致死，非常凶猛。如果在澳大利亚的野外遇到这种狗，千万不要大意，在不确定它们究竟是不是家犬的情况下，一定要与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好，第6个，箭毒蛙。这是一种原产于热带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种青蛙，它们的体型不大，颜色鲜艳，比起其他的青蛙要显得格外突出，更漂亮。不过即便它们再漂亮，也很难掩盖出这家伙的危险性。我们都知道，漂亮与鲜艳完全是2个概念，这种青蛙更确切点说，应该属于非常鲜艳的一种。颜色越是鲜艳的动物，可能毒性也就越大。确实，箭毒蛙鲜艳的外表下，确实是一个携带剧毒的可怕生物。这家伙的毒性极强，它们的皮肤表层会向外分泌出一种毒素，也就是说，触碰到它们就很有可能会中毒。其中毒性最强的一种箭毒蛙是金黄色的，这家伙的毒性极强，其一只个体所携带的毒素就足以杀死10到20个成年人类，非常危险。对了，还有就是它们的毒性强度是根据它们平时吃的东西而改变的。一些野生箭毒蛙的毒素来源是捕食当地的某种蚂蚁和狮子以及一些植物所转化而来的。也就是说，箭毒蛙本身是没有毒性的。由于它们在野外经常会吃一些携带毒素的食物，才会导致它们的体内会向外分泌出这种剧毒毒液。通常人工饲养的箭毒蛙是没有毒的。好，第5个，雕熊，也叫狼獾。这是一种分布在北极边缘地区以及亚北极地区的一种动物，它们的外表看上去略微与熊有点接近，非常可爱，但实际上它们并不属于熊科动物，它们属于雕亚科。这家伙通常栖息在寒温带针叶林和冻土草原地带，它们的体长约在1米左右，体重可达40斤。体型虽然算不上太大，但是它们却可以猎杀比自己体型大很多倍的猎物，像一些驯鹿、马鹿这些体型较大的食草动物，雕熊都有可能将其猎杀，
战斗力非常强悍，它们是中小型食肉类动物中最凶悍的一种。即便是舍利在野外遇到雕熊，也要让它3分。除了战斗力，雕熊还有出色的移动能力，它们可以在密林中自由的跳窜，非常灵敏，曾经还被冠以飞熊的称号。这家伙在野外除了灰狼与美洲狮能够威胁到它们，其他的动物很少会招惹雕熊，因为这家伙即便是碰到比自己狠的动物，如果发现干不过，它们就会利用肛门处发达的臭腺向外分泌出一种非常臭的臭液，然后再将自己的身体去臭液上打个滚，让臭味遍布全身，让对方无从下口，以此来起到一定的防御功能。大多数动物都受不了它这种臭味，也就只能作罢。好，第4个，大熊猫。没错，它也是具有危险性的可爱动物。虽然它们大部分食物都是以竹子为主，给人一种它们是食草动物的假象，但实际上大熊猫属于食肉动物。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熊猫的消化系统与一些牛羊不同，它们更接近于老虎这样的猛兽。如果从消化系统来看，它们就是典型的食肉动物。它们之所以吃竹子，是因为获取的途径相对容易，而且可以完全不用担心饿肚子。再加上竹笋的口感良好，也更容易消化。生活在四川，1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不用担心吃的问题。渐渐的，它们就转变为以素食为主的动物。另外就是虽然是吃素食，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与牛羊一样温顺。永远要记住一点，大熊猫是熊，并不是猫。它们有剖腹刀一样锋利的爪子，以及足以伤我们性命的咬力。它们要比大多数的成年人要强壮得多。如果在熊猫面前一个错误的举动，让它们感觉自己受到威胁，这极有可能会遭到熊猫的攻击。对了，这只是针对圈养的大熊猫，如果是野生的大熊猫，那就更危险了。野生大熊猫与圈养的大不相同，它们的警觉性与攻击性都要胜过圈养的大熊猫。如果在野外碰到它们，对人类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好，第3个，宽吻海豚。宽吻海豚无疑是海洋里最可爱的动物之一了。它们的外表看上去非常惹人爱，特别是它们的嘴巴，一眼看上去就像是在微笑一样，特别可爱。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海豚属于一种温顺、聪明、友善的动物，似乎没有什么海洋动物能够像海豚这般与人类相处的这么友好了。确实，大多数的海豚可能不会主动攻击我们人类，但今天黑土说的这个宽吻海豚是个例外。这家伙看上去温顺可爱，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对人类非常危险的致命杀手。在我们看上去，宽吻海豚好像真的会笑，但实际上它们的这种微笑是幻觉。宽吻海豚的笑其实并不是它们开心的表现，这主要就是出自它们独特的嘴巴构造，给我们营造了一个海豚会笑的假象而已。事实上，宽吻海豚即便是死亡之后，一眼看上去也像是在微笑。然而，从事海豚娱乐业的一些人们，就是利用宽吻海豚的这种微笑假象来掩盖它们的残忍。实际上，真正野生的宽吻海豚是一种非常凶狠的动物。科学家观察到，雄性宽吻海豚为了争夺雌性海豚，会出现同类相残的现象。如果雌性海豚不情愿，则会遭到雄性海豚的攻击。有时候，雄性海豚甚至会直接将雌性海豚的幼崽杀掉，非常凶猛。要知道，宽吻海豚可是海洋里的顶级捕食者，它们有时候甚至都能够杀死鲨鱼，更何况我们人类。其实我们能见到的绝大多数海豚都是人工饲养的，真正野生的宽吻海豚其实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动物，千万不要被它们的外表所迷惑了。好，第2个，豹海豹。注意，豹海豹与普通的海豹不同，它们是豹型海豹。这家伙生活在南极附近的海洋，它们的体长可达4米，体重最重可达1000斤。豹海豹的皮肤表层有斑点，头部巨大，并且性格凶猛。在南极，它们属于食物链的顶端，虎鲸是它们唯一的天敌。这家伙看上去与普通海豹无异，但它们其实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食肉兽。在南极，它们会猎杀企鹅和其他的海豹，当然，它们也会主动攻击人类。早在2003年，英国南极调查局的一个生物学家在南极浮潜时，就遭到了豹海豹的袭击，并导致死亡。不过整体来看，豹海豹对人类的袭击次数并不多，但这并不是它们温和，而是因为在南极这种地方，人类出现的几率很少。这一方面就大大减少了人类与豹海豹相互碰面的机会，间接性的自然也就减少了豹海豹对人类的袭击次数。实际上，这家伙与狮子、老虎这种猛兽的危险程度差不多，对人类来说都是相当危险的野兽。好，第1个，懒猴。这家伙的可爱程度，黑土就不过多的描述了。大眼睛、小嘴巴，极其惹人喜爱，整个外形看起来相当哇塞。但遗憾的是，这家伙是个剧毒生物，它们的身上带有剧毒，对人类有致命的威胁。在懒猴的腋窝下有一个腺体，这里会向外分泌出一种毒素。本身这种毒素毒性并不是很强，但当懒猴用自己的舌头舔腋窝下分泌出来的毒素时，它们口中的唾液就会与腋窝下的毒素相结合，形成剧毒。这种剧毒在它们的嘴里会被涂满全齿，当向敌人发起攻击
击的时候，一口咬上去就可以将毒素注入进敌人的体内。如果中毒者没有及时得到治疗，很有可能会有致命的危险。不过它们通常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懒猴其实是属于一种比较害羞的动物，也正是因此才会让很多人放下戒备，想要上前抚摸这个小可爱。而在这时就很有可能遭到它们的叮咬，非常危险。在野外如果遇到这个小可爱，一定要远离它们，千万不要好奇上前抚摸。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兔点个赞，谢谢。